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司审频道。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相信官方和这些五毛大 V 带节奏带风向，完全不顾常识，不顾科学，不相信联合国，不相信全世界的各国和国际社会，只相信官媒、党媒和五毛。但是你要想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真的傻吗？他们很可能背后是有利益的，而且不是很可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就像中国的一个知名的大五毛孤烟木禅，他就在网上开始卖盐了，就是骗这些韭菜们去抢购食盐，然后他从中获利。他不骂日本，谁骂日本，对吧？他不去炒作排海的危害性，谁去炒作？因为他背后是有好处的，是有利益的。很多人说日本这有宣传经费啊，几百亿日元，我们是不是拿了他的钱，所以才这么说？也许他是有宣传经费，但跟我们没关系。他的宣传经费也主要是在宣传日本的海产品是安全的，是为了这些渔民，他们只是在讲出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组配合完成的。所以日本的公关是在普及常识，可是中国的大内宣、大外宣，他们所说的就跟事实差得很远了，他们是在煽动，是在带节奏。我们要区分这两个不同之处。现在中国微博上热搜的第一名就是日本的国内超市停卖水产品，让日企心态都崩了。这个话题冲到了热搜榜的第一名，当天的阅读就超过 4.3 亿次。只要你在这件事情上实事求是，你就是替日本洗白，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但是如果你仇恨日本，辱骂日本，你就算说出再反人类的言论，你都是好样的，甚至是你去造谣也没有关系。关于日本超市是不是停卖水产品啊？我没有在日本，没法核实。如果有在日本的观众朋友啊，可以下边留言讲一讲，你身边的日本超市是不是停卖了水产品？日本的企业是不是都心态崩了？我相信排海这个本身确实是有争议的，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OK。它仍然是对海洋的污染，这之前我们强调过，它只是经过科学论证，认为是对人体安全，但它本身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污染行为。当然我们理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所以日本的水产品受到一些影响，形象上受到打击，除了中国全面禁止以外，可能有一些消费者也比较谨慎，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反正你要说日本倒霉了，日本出事了，日本遭报应了，那就一定是在中国获得很多流量，大家就等着富士山爆发呢，对吧？因为毕竟现在政府有这样的政治需求。但是放在过去，你如果这么说，可能还会拘留你的。2011年的3月15号，就有一个网民因为在网上散布了日本核污染影响中国的这个谣言，结果遭到了当地，也就是杭州公安局的拘留。他的这条消息是说，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的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1年内暂不要吃海产品。他就因为发了这句话遭到了行政拘留。那现在这么多人在炒作这个事情，政府也在宣传，那请问现在是不是应该对这个男子进行道歉呢？应该进行国家赔偿才对。很可惜，政府不会向他道歉，他仍然留有案底，这就是他的造谣时机不对。你要是在现在这种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造谣没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政府还没有这个打算，你去造谣就得抓你。所以在中国你是可以造谣的，只不过是要看时机，是要看你有没有符合政府的需要。关于这个事情其实我真的不再想讲了因为它这个事件是不断的发酵的，所以讲了好几期。那我看到有些人在底下留言，很多留言真的是完全不过大脑的。有人说你只要喝了核废水我才相信你讲的话，还有人说核废水既然安全为什么不去灌溉？就这些问题其实有些网友已经帮我回答了。可以看出这些留言的人连最基本的常识跟逻辑思维都不具备。核废水是核废水，灌溉水是灌溉水，饮用水是饮用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经过过滤处理的核废水是安全的，它指的是经过稀释并排入大海之后，然后人体吃了这些水产品不会造成影响，是这种安全的法儿。它的安全是指这样子做是安全的，并不是指你直接拿来喝是安全的。OK， 我告诉你，你家马桶的水是符合标准的，是不致癌的，是比核废水要干净的多的，请问你喝吗？你不会喝，对吧？甚至连自来水你可能都不会喝，你要去加热才会去喝。你明明知道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喝呢？因为它不是可饮用水，你为什么要喝呢？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拿这些废水灌溉？你问福岛核废水为什么不灌溉之前，应该先问问中国的这么多核电站，包括大亚湾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这些核电站的核废水为什么排在海里不去灌溉呢？别说这些核废水了，海水不比这核废水更安全，那中国为什么不拿海水去灌溉农业呢？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各种水有各种水的用途，各种水也有各种水的去向，它所谓安全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囫囵吞枣一概而论。还有一个人留言说，不要在家里谈天下，你应该拿一个仪器去试试。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在现场在测试呢，他们的仪器不比我能买到的仪器更先进吗？对不对？他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不比我懂，他们都在测试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它是安全的，我还怎么办？全世界每个人是不是拿一个仪器去现场测试才能证明，对吧？已经有权威机构给的权威认证了，你还想怎么样？那你可能说这些外国人都向着日本人啊，你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亡我之心不死。可是不对啊，针对这个排海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的成员当中就有中国专家呀，对吧？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他也是中国人呢，这个官员的名字叫刘华，曾经出任中国环境部副部长和国家核安全局局长。那你在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时候，先是不是要把这个叫刘华的中国官员打成汉奸走狗卖国贼呢？所以说这些人的质疑说法都是没法逻辑自洽的，我就看得着急呀。不是排海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争议，不是排海的事情完全没有污染，你如果拿出实际的证据来，科学的依据来，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东西是值得讨论的，是应该经过大量的论证，去非常谨慎的去实施。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不反对学术上争论，甚至你可以质疑所有的核电站，没有任何问题。我也希望这个世界是无核的世界，我也希望全世界没有任何核电站，也不会出现核危机。但是那是一种理想状态，对吧？你不能一边同意着大家去疯狂的建设核设施，疯狂的向大海排放含有氚这个元素的核废水，然后一边又反对日本这么做，同时又拿不出任何的科学依据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爱好和平、爱好环境的话，我们应该从我做起，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要随地扔垃圾，学会垃圾的分类，特别是在食品当中不要添加这么多违规超标的元素。实际上中国人体内的重金属平均而言已经超过其他国家了，在中国你没有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如果你连手边的事情最基本的环境保护都做不到的话，有什么资格去谈论更重大的话题？中国的核电站可真的是不少，而且安全堪忧。如果武汉病毒实验室都可以泄露出重大的病毒，更何况中国的这么多核设施呢？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溃败，也必然出现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那么中国东北、东南地区遍布这么多的核设施，未来难免会出现核泄漏和污染。到时候看来还得找日本的东电去购买 ALPS 的设施，去过滤排放比现在的日本福岛多 N 倍的处理水。比起这次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排放，我更担心的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倒台之后的内乱、哀嚎遍野和对全世界的重大冲击。到时候中国人再去疯狂的抢购食盐，我真的不会再说什么了。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